给你25个士兵，让你从4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逃脱，你能做到吗？曾经有一名朝鲜特种兵完成过这样的壮举，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才会被4万大军追捕呢？那名朝鲜特种兵如何逃脱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朝鲜的这个潜艇渗透计划。故事发生在1996年，那时候的朝韩双方关系十分紧张，从政治、军事到经济都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当时的朝鲜为了打探韩国的军事情报，发起了一个潜艇渗透计划，打算派出小型潜艇将特种兵派往韩国进行侦察。为了保障此次任务的顺利实施，朝鲜侦察局还在真实的作战环境下进行了5次演练。到了1996年9月的一天，一艘改装后的鲨鱼号沿海潜艇离开了朝鲜东海岸基地，向着韩国江陵市驶去。该潜艇重约325吨，长32.5米，宽3.7米，下潜后最大航速12节。在潜艇里面是乘坐着26名朝鲜士兵，他们都来自朝鲜侦察局海军部第22中队的潜艇侦察小队，其中还有21人是潜艇工作人员，而剩下还包括了2名海军部主任和3名真正的特种兵，他们是朝鲜军队中的精英，属于特种蛙人，擅长水下作业、爆破和侦察。在出发前，所有人都写下了效忠誓言，做出了不完成任务绝不会回朝鲜的保证。江陵市是韩国在东海岸的边防重镇，里面搭建了很多军事设施，而这些士兵们的任务就是搜集江陵附近军事设施的情报。其实严格来说，这次的任务并不是很难，只需要派出几名特种兵上岸侦察，而剩下的潜艇工作人员只需要在海岸线周边的设施拍照就行。那么为什么这个听起来十拿9稳的任务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呢？到了9月15号，鲨鱼号潜艇已经到达了江陵附近的海域，它停靠在离海岸300多米的位置。等特种兵出艇之后，潜艇很快离开，返回公海区域等待。9月16号，潜艇潜入韩国海域，尝试撤回小组成员，但却未能成功，只能返回公海。9月17号，潜艇再次尝试接应侦察小组，由于第一次的撤退行动失败，导致潜艇在第2次前往江陵海域的时候，不得不向前行进了一大段距离，以免联系不上。但是由于这次的回撤行动是在夜间执行，视野受到了限制，导致潜艇误入了一片浅滩触礁，船体破坏而被迫搁浅。在这期间，潜艇上的全体人员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潜艇指挥员选择放弃潜艇，所有人带着武器和装备来到韩国。他们决定通过陆路返回朝鲜，临走前还在潜艇中放了一把火，试图毁坏里面的设备。众人上岸的时间是深夜12点左右，这个时间点正是人们睡得正香的时候，这也是这些朝鲜士兵最容易逃脱的节点。但是无奈这些人的运气是真的差，正当这些士兵商量着如何进行下一步计划的时候，一名计程车司机正巧路过，发现了这诡异的一群人。大家都知道，韩国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政策，男子达到一定年龄后呢，都必须去军队服役。这位司机在部队服役后呢，也很有危机意识，很快就报了警。接到电话后的韩国警方立刻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并联络韩国陆军，双方赶往事发地点，并同时将整个区域全部封锁。看到闻风而动的韩国军警，朝鲜士兵迅速离开海边，分成好几拨人窜入山林。他们选择向北出发，试图从内陆越过38线回朝鲜。等到韩国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他们一眼就发现了搁浅的潜艇，随后韩国军方立即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强行登上潜艇。通过里面的子弹和武器判断，这次渗透进来的有2到30人左右。到了当天凌晨5点，韩国联席会议主席下达封锁江原道和附近地区的命令，又被称为真岛狗1号行动。在这次行动中，陆军派出了4万多人和大量的军犬以及直升机，对该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覆盖面积达到了50平方公里。同时，韩国还对当地的居民设置奖励，来协助寻找这20多名朝鲜特种兵。不过，由于江南道地区的地形比较复杂，
有着大片的山地和森林，因此即便是这么多人，一时间呢也很难展开搜索。到了11点10分，韩国陆军终于有了进展。在半小时前，一个农田突然响起了枪声。等到韩军士兵赶到这里时，被当地的农民告知，发现了2名全副武装的朝鲜特工。根据农民的线索，韩国陆军马上就对他们进行了追击。但是这些朝鲜特种兵呢，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他们只想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朝鲜。于是，在接下来的1个多星期里，双方在茂密的丛林中展开了交火。韩国电视台每天也会播报最新的战果，不少韩国士兵在交火中受伤。到了9月18号傍晚，情况发生了变化。潜艇的舵手李光素行踪被人发现，他是躲藏在一处庄稼地里，却不慎被农民发现。农民立刻将情况报告了警方，随后韩国警方的人赶到现场，很快就将李光素抓住。在李光素被抓不久，又有11个朝鲜士兵被发现出现在了一座小山上面。这些人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其中有10个人肩并肩站成一排，而旁边的另一具尸体则是潜艇指挥官。经过调查后发现，这10人呢都是被近距离射杀，因此也不难推测他们是排列好后被指挥官一个一个射杀，而指挥官自己随后也服毒自尽。而另一边的李光素在被抓后呢，刚开始并没有如实交代情况，只是说潜艇因为故障才漂流到了韩国海域，他们一共有20人进入韩国。但在不断的审讯中呢，李光素还是将他了解的情报全部说了出来，包括总共的人数，还有行动的计划等等。李光素说，那11个人是因为不想做俘虏才选择自杀。在掌握了具体的人员数量后，韩国方面也不再焦急，开始稳扎稳打地继续搜索目标。到了9月19号，又有一波朝鲜特种兵被发现，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到了10月份，这26名朝鲜特种兵中已经有22人死亡，但最后的3人却一直没有被找到。根据李光素的供述，最后这3名士兵正是那3位蛙人特种兵，他们是所有人中最有战斗经验的，想要抓住他们十分困难。整个10月，3名朝鲜特种兵踪迹全无，不过陆续有韩国巡逻警察和农民被枪杀的事件发生。韩国呢，都是每次集中上千人围捕，却都无功而返。直到11月5号，在江南道以北100公里的地方，一名韩国军民向警方举报说，看到了2名朝鲜士兵。原来他们早就成功离开了韩国的包围圈，难怪1个多月也没找到他们的身影。得到消息后的韩国军警立马展开了行动。当韩国士兵在接近他们的途中，被这2名朝鲜特种兵率先发现，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这2个朝鲜特种兵枪法精准，特别会利用地形掩护，2人一个撤退，一个留下掩护，然后再交替。几百名韩国士兵一时间呢，竟拿他们没有办法。直到在潜艇搁浅第50天后，他们才被枪杀身亡。这2人身穿韩国军装，他们的武器包括有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韩国士兵在他们身上找到了2本笔记，其中一本画有他们49天逃亡时的路线草图，另一本则是他们的逃亡日记，里面记载着他们突围50天的经历。他们的心理素质十分强大，即便是在如此紧张的战场环境中，仍详细记录了每天的行动。而最后一名独行的朝鲜特种兵却像是消失了一样，始终没有暴露，最终携带着大量的情报逃出了这4万人的包围圈，成功返回朝鲜。至于他是如何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穿越那片号称世界上最多军人驻守的国界地带，朝鲜对此并没有进行公布。但是我们也可以进行推测一下，大兵认为就像最后这2位朝鲜特种兵一样，这名逃脱的特种兵也会换上韩国当地人的衣服，来增大搜查难度。再加上朝鲜的特种兵在执行渗透任务前，就会对该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进行特别训练，因此在换好衣服后融入到人群中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再加上有另外2名队友的掩护，为其吸引大部分火力，最后的这名特种兵的逃脱概率还是蛮大的。至于如何穿越2国的军事分界线，这一点呢，其实朝鲜也有所准备，那就是朝韩边境的秘密通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至今，韩国方面曾在非武装地带附近先后发现4条朝鲜地道，
其中3条地道最为有名，它们是在1978年10月17号被发现的，位于板门店南侧4公里处，距离最近的韩方村庄只有 3.5 公里，地道宽2米，高2米，总长1635米，能在1小时内通行1万名武装士兵或者3万名非武装士兵。而除了这些已经被发现的之外呢，韩国还认为朝鲜可能挖有20条以上的地道，而这名特种兵则很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到朝鲜的。在得知派去的人基本都阵亡后呢，朝鲜宣布要对韩国实施报复行动。韩国的一个外交官在俄国海参崴被杀害，虽然并不知道是谁动的手，但是这名外交官是死于中毒，而他中的毒与那些朝鲜特种兵携带的毒是一样的。而那名被俘虏的士兵李光素最终也留在了韩国，成为了一名教官，并娶了一个韩国妻子，生了2个女儿。看到这里呢，大兵也不得不感慨，朝鲜虽然最终达到了目的，但其代价也十分惨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朝鲜的特种兵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